一台法拉利 SF90才开了185英里，差不多300公里，二手价竟然比新车原价直接蒸发了14万欧元，大约台币490万。换算下来，这台车每開1公里就現賠台幣1萬6，這種事兒在以前根本無法想象。以前的法拉利哪會折舊，大家都是買來保值，甚至等着增值的。結果現在呢，法拉利為了迎合層峰市場推出的神牛殺手奢華休旅 PuroSank， 二手市場崩盤的速度快到跌破所有人眼鏡。不止這樣，法拉利還把2030年的純電化目標直接砍半，從40%縮水到20%。消息一出，法拉利的市值在1天之內就蒸發了135億歐元，將近台幣4700億。就連頂級馬王 LaFerrari 的正宗接班人 F80 發表時，那些被邀請的 VIP 神級買家竟然不再熱血高呼，反而開始面露猶豫，持觀望態度。沒錯，法拉利現在確實賺的比以前都多，但那些過去捧着大把鈔票求車的死忠車主，現在心裡卻是前所未有的心寒。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當世界上最頂級、最尊榮的超跑品牌開始走入盲目擴張，這背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它又在賭上什麼代價？說法拉利不是一家汽車製造商，這話聽起來很扯，但卻是再精準不過的形容。因為法拉利本質上是一家製造慾望的公司，他們造車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大眾對這個品牌的極致渴望。幾十年來，這都是整個汽車產業裡最神級、最厲害的商業模式。這個商業邏輯大家都知道很妙，一家產品動輒賣台幣800萬甚至3、4千萬以上的頂級超跑公司，理論上市場要多少，他們就可以生產多少，市場需求從來不是問題。但法拉利偏偏反其道而行。法拉利當年的傳奇董事長蒙特澤莫羅 Luca di Montezemolo 曾說過，句經典名言，法拉利永遠會比市場需求少賣一輛車。這絕對不是在裝低調，這是他們的核心戰略。拿2015年來說，法拉利全球只交了7664台車。不是因為他們產能不夠，而是因為再多生產品牌就不值錢了。在那個時候，你想買一台全新的法拉利，可不是拿着現金走進展示間說 AV 老闆我要現車就能開走的。有錢在法拉利車主圈裡最不缺的就是錢，拍謝你得等，一般標準車型要等好幾個月，限量版更是要等上好幾年。而且在進去排隊填等候清單之前，原廠還會嚴格審查你的背景與養車記錄，你以前是怎麼雇你那台法拉利的，有沒有太快轉手賣掉套現，有沒有做一些不入流的改裝。這聽起來很刁難，甚至很荒謬，對吧？但偏偏這招就是神效。這種人為的飢餓行銷同時達成了2個目的。第一，鎖死二手車價，法拉利不會像一般豪華房車那樣落地打折，它反而常常增值，這讓法拉利不只是身份象徵，更成了一種增值資產，甚至是保值神車。第二，創造神話感。當你買一台車要等個3年，你就不只是需要它，而是瘋狂渴望它。這個運作機制以前太成功了，成功到法拉利可以對客戶開出各種在正常商業邏輯裡簡直是霸王條款的規定，交車前2年內不准轉賣，不准進行任何破壞品牌形象的改裝，誰敢踩紅線，不好意思，你在官方的 VIP 配額順位就會被直接冷凍。這在法拉利圈子裡基本上就等於被終身禁錮。據傳連話題名元金卡戴珊 Kim Kardashian 和天王小賈斯汀 Justin Bieber 都被列入這份官方黑名單。這曾是整個頂級車圈裡最嚴格、最不講理，卻也最成功的客戶忠誠度管理大師。2021年6月，貝內代托維尼亞 Benedetto Vigna 接掌了法拉利，隨之而來的是法拉利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瘋狂任務，給我加速擴張。維尼亞根本不是傳統汽車圈出身的人，他來自半導體科技業，大半輩子都在微晶片和感測器技術的世界裡打滾。對法拉利，他以前只是個消費者和投資人，完全不懂什麼造車工藝或車體設計。但這正是法拉利董事會故意布的局，他們不要一個只會墨守成規的內部圈內人，他們要一個能徹底打破框架的科技業外人。這位晶片 CEO 上任後的診斷非常直接，法拉利過去簡直是把幾百億台幣白白留在桌上不轉，舊的那套飢餓行銷太慢太保守，也太跟不上時代了。看看現在的全球市場， SUV 運動休旅車才是全宇宙最暴利的摇錢樹。保時捷有 Cayenne， 藍寶堅尼有神牛 Urus， 馬丁有 DBX， 但法拉利呢？當時連一台能舒舒服服載2個成年人日常代步的車都拿不出來。維尼亞用了一句簡直像教科書一樣的商管名言來解釋他的策略：當外部環境在高速改變，你就需要一支配備科技業速度能隨时變陣的团隊。這話聽在老車迷耳裡，根本不是在致敬法拉利的100年傳統，而是在向傳統宣戰，甚至是跟傳統告別。接下來發生的
是法拉历史上最激进、最疯狂的新车海戰術。原廠推出了 Purosangue， 一台有4門4個獨立座位的怪獸。雖然法拉利死活不承認，硬把它包裝成什麼4門4座純血跑車，但全世界的網民和車迷心裡都清楚，這就是一台法拉利休旅車。接着新車一台接一台，像是 Amalfi GT， 還有12 Cilindri。法拉利在2019年全球交車量首次突破1萬台大關，到了2023年，銷量飆到了13663台。而在2025年，交車量雖然稍微踩了個剎車，小幅回落到13640台，迎來了久違的微幅下滑，但這完全擋不住他們瘋狂吸金。2025年，法拉利整年的營收高達71億歐元，相當於新台幣2500億，逆勢成長了7%。維尼亞確實兌現了他的科技業承諾，讓法拉利業績大爆炸。但問題是，這一切的背後，法拉利到底付出了什麼代價？從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維尼亞交出來的這份成績單簡直強到逆天。2025年，法拉利的利潤率 EBITDA 高達 29.5%， 比前一年整整暴增了120個基點， 1.2個百分點。工業自由現金流更是突破了15億歐元，差不多台幣525億。新車訂單直接一路滿到2027年底。這種恐怖的數字，放眼全球根本沒有第二家車廠辦得到，更別提是在現在這種大環境慘淡的車市裡。但在這些漂亮數字的背後，有些東西已經悄悄變掉了。這股暗流在財報上還看不出來，但在各大汽車論壇、超跑車友聚會，還有車主俱樂部的私下聊天裡，早就傳得沸沸揚揚。法拉利想打入休旅車市場的野心之作 Purosangue， 在二手市場的折舊速度，竟然比過去任何一台法拉利都還要快，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因為超強保值性一直是法拉利對頂級客戶最核心的隱形承諾。以前業務介紹車子底氣都很足，這不只是一台車，這是一種穩賺不賠的投資。如果這個神話破滅了，法拉利的帝國地基就會開始動搖。更誇張的還在後面。法拉利當家的插電式油電旗艦 SF90 新車含選配，台灣身價動輒台幣2-3千萬，國外定價約72萬歐元。結果一台才開了185英里，差不多300公里的準新車，二手轉賣竟然直接現折14萬歐元，等於車主每開1公里就直接從口袋丟掉台幣1萬6。這種落地大打折的慘況，在以前的法拉利新車上根本是前所未聞。現在那些以前為了擠進 VIP 優先看車購車名單而擠破頭的頂級富豪們開始猶豫了。這次法拉利推出最新用來接替傳奇馬王 LaFerrari 的千萬級旗艦 F80時，原本預期會迎來死忠車迷的瘋狂尖叫，現場卻換來一陣漫長的尷尬和沉默。一位死忠的法拉利老車主是這樣形容這種心境轉變的：以前的心態是，天啊，我竟然有特權能排進這份限量名單，這簡直是至高無上的光榮。現在的心態卻變成扯爆，他們現在到底是想開多高的天價，把我們這群老客戶當盤子割？過去的熱血浪漫與情懷，現在全部被冷冰冰的試算表和成本計算給取代，而這正是所有超跑專家早就警告過的歷史轉折點。當這群世界上最有錢的買家開始坐下來敲計算機算 CP 值的時候，這份對品牌的瘋狂渴望就已經烟消雲散了。2022年，這位科技業出身的 CEO 維尼亞高調喊出了極具野心的電動化目標。他預計到了2026年，法拉利全車系將有60%是油電 Hybrid 和純電動車 EV， 傳統純燃油車只會剩下40%。而到了2030年更誇張，預計純電占40%，油電40%，純燃油車 ICE 直接砍到只剩20%。這對法拉利來說根本是一場大革命。要知道，這個品牌的靈魂向來都是建立在 VF2 自然進氣引擎那高亢，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招牌聲浪上。消息一出，整個法拉利車主圈和車迷直接炸開。傳統的油車基本教義派簡直嚇壞了，覺得這根本是褻瀆神明。但也有一派科技新貴覺得這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於是全世界都在等法拉利的第一台純電超跑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出来。到了2025年10月，答案揭曉了，但原廠卻同時拋出了一個震撼彈。在法拉利投資人講習會 Capital Markets Day 上，官方正式亮相了這台內部代號名為 Electrica 的品牌首款純電跑車。在技術上，它確實非常有野心，配備了原廠研發的電池、獨家的高科技底盤，甚至為了彌補沒有引擎聲的遺憾，還特別設計了透過喇叭模擬出來的人工排氣聲浪。新車預計在2026年底開始交車。但就在這台純電法拉利發表的同一天，官方卻突然宣布另一則重大消息：法拉利要把2030年的純電銷售目標直接從原來的40%攔腰砍半，縮水到只剩20%。
法拉利官方的說法很好听，叫做以客戶為核心，因當前市场趨勢的動態調整。但如果把這句官方外交辭令翻譯成大白話，意思就是我們的死忠客戶根本不想買純電法拉利，現在不想，甚至維尼亞當年規劃的那個純電未來，客戶可能永遠都不買單。市場的現實反應速度快到像一記耳光。法拉利的股價當天直接大跳水，寫下公司上市以來最慘烈的一天。僅一天之內，法拉利的市值就蒸發了135億歐元，将近台幣4700億。這個一天內虧掉的數字，甚至比許多中型傳統車廠的總市值還要高。被市場狠狠打臉後，法拉利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他們內部立刻做出調整，把原本規劃的第二款純電動車直接往後延到至少2028年以後。現在原廠的重心全面轉回油電車。維尼亞現在改口說這叫保持彈性，把動力選擇權還給客戶。但在犀利的市場評論家眼裡，這擺明就是法拉利在電動化浪潮上踢到鐵板，狼狽打退堂鼓。要真正看懂法拉利，你就必須明白他們賣的到底是什麼，絕對不是那台4個輪子的鋼鐵機器，車子只是那個概念的實體載具。法拉利真正販賣的商品叫做頂層圈子的入場券，那是讓你加入一個全世界人數極少，名為法拉利車主的超精英俱樂部。這個圈子以前是被刻意控制在極小規模的。這種排他性和稀有度從來都不是買車送的贈品，它本身就是商品的核心。但在新執行长維尼亞的帶領下，這個金字塔頂端的圈子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膨脹，路上能見度越來越高，新車越出越多，甚至連休旅車級距都踩進去了。結果就是每多一個新車主加入，原本那種高人一等的尊榮感就被稀釋掉一點。這不是在歧視新買家，而是單純的數學邏輯。當擁有的人變多了，這東西就不可能再叫獨一無二。這就是法拉利。現在最致命的兩難，你不可能既想瘋狂擴張賺大錢，又想維持物以稀為貴的神秘感，這不是靠高超的商管手段就能解決的，這是鐵一般的邏輯衝突。不過維尼亞在紙面上確實找到了一個解法，叫做重質不重量 quality over quantity。他的策略是車子不一定要多賣，但每台車一定要賣得更貴。於是原廠開始狂推各種高度客製化選配，瘋狂出現量版，還有各式各樣的升级套件。這招讓法拉利就算交車數量停滯甚至稍微下滑，但平均每台车能從車主口袋榨出來的金額卻是節節飆升。以2025年第一季為例，法拉利在交車量幾乎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所有關鍵的財務指標居然都達成了雙位數的恐怖成長。這看起來像是完美的解方，對吧？但背後卻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當新車的定價被原廠喊到天上去，但車子開出展示間後的二手殘值卻開始雪崩跌價時，再怎麼有錢的富豪遲早也會開始坐下來敲計算機。而一旦這群金字塔頂端的買家開始算 CP 值，開始覺得不划算的時候，這就演變成法拉利創廠以來最大的品牌危機。到那時候，就算你再推出10款極上限量版，也絕對救不回那份早已死去的極致渴望了。我們話說的具體一點，光看法拉利的財報基本面，數字確實漂亮到無懈可擊。2025年整年營收71億歐元，約台幣2500億，年增7%，利潤率高達29.5%，自由現金流突破15億歐元，訂單直接排到2027年底。甚至法拉利還預估2026年營收會衝上75億歐元，利潤率更有望寫下39%的恐怖記錄。這份年度財報一開出來，法拉利的股價在一天之內直接大漲8.9%。怎麼看這都不像是一家陷入危機的公司，反而是一家賺錢機器，營運狀況好到發紫的超級優等生。但如果我們把視線移向實際的市場動態，卻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首先，2025年的全球交車量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下滑，從前一年的13663台稍微掉到了13640台。虽然幅度小到可以忽略，但這絕對是一個風向轉變的訊號。據傳，法拉利已經開始私底下主動縮限某些市場的配額 allocation， 試圖用人工干預的方式來維持供不應求的假象。懂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市场的自发性饥餓感開始退燒時，原廠才需要出這種招式來護盤。第二個警訊來自二手車市場，過去那些只要一交車，二手價立刻現賺一波的保值神話，在近幾年的新車款上徹底破滅，折舊速度快到不行。這不是車友隨便說說，而是二手市場上清清楚楚白紙黑字的跌價記錄最後一個指標，更不是冷冰冰的財報數字能抓到的，那就是新馬王 F80的市場反應。當一台法拉利最頂級的限量旗艦發表時，
買家竟然不再盲目高呼選我選我，连那些接到原厂邀請函的神级 VIP 都開始收起笑容，面露猶豫。這代表在金字塔頂端的汽車文化裡，風向已經變了。就在不久前，2026年2月10日的最新財報會議上，執行長維尼亞依然信心滿滿地宣稱，我們會始終如一，用前瞻的眼光和對進步的渴望來定義法拉利。這番 CEO 體面的外交辭令雖然聽起來霸氣十足，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正是他對外界質疑聲浪的間接回應。因為現在質疑法拉利為賺錢丟了靈魂的罵聲已經越來越大聲了。法拉利現在玩的這套把戲，其實在商業歷史上屢見不鮮。整個全球奢侈品市場的發展史，多的是那種為了盲目追求業績增長，最後卻把品牌最核心的尊榮感給賠進去的血淋淋案例。看看2000年代的 Burberry。這個曾經代表英國頂級優雅的代名詞，當時為了衝銷量瘋狂擴張通路，結果導致它最經典的格紋滿街跑，甚至淪為夜市山寨貨和打折出清品的最愛。原本那群最核心的頂級貴婦一看直接被嚇跑， Burberry 經典格紋一度成了低俗的象徵。原廠花了整整10幾年大換血才好不容易把品牌形象救回來。再看看1990年代的 Gucci， 当時他們瘋狂亂授權搞量產，搞到品牌光環全失，差點破產。最後是靠着傳奇設計師湯姆·福特 Tom Ford 鐵腕大清算，從頭到尾重新定位，才把 Gucci 從鬼門關前拉回來。這種戲碼在精品界根本不是例外，而是惡性循環的常態。往往每隔1-2代經理人，就會有人經不起誘惑，想要走捷徑加速擴張，結果直接把前人幾十年辛苦建立的心血拿去當賭注。而現在的法拉利正經歷一模一樣的歷史十字路口，看財報基本面強到逆天，但看品牌含金量卻已經被逼入牆角。法拉利現在被夾在兩股勢力中間，一邊是投資人天天逼着你要短線獲利，財報要一年比一年漂亮，另一邊則是老客戶哭，喊着要維持物以稀為貴的稀缺感。這就是精品產業最經典的世紀矛盾，你不可能既想要量產規模，又想要稀有度，你不可能車子越賣越多，卻還想維持大家對你的瘋狂渴望，兩者只能選一個。而在晶片 CEO 維尼亞的帶領下，法拉利顯然已經做出了選擇，那就是冲銷量追營收，拼瘋狂成長。而市場的真實反應大家都看到了，二手殘值開始出現雪崩式折舊，千萬上線量旗艦發表時 VIP 開始猶豫，甚至連原本高調喊出的電動化目標都狼狽打退堂鼓。虽然這些風暴現在看起來還只是小漣漪，但這火苗已經點燃。現在唯一的懸念是，法拉利這輛失控的獲利跑車到底還能不能踩得住剎車。執行長維尼亞會告訴你，法拉利穩得很，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畢竟新車訂單已經排到2027年底，營收持續大賺，利潤率更是整個汽車產業的天花板。但那些唱衰的酸民和專家卻認為，法拉利早就失控了，他們失去的不是賺錢的能力，而是大眾對它的光環認知。你要知道，在精品的奢華世界裡，認知就是一切。一個品牌到底有多高貴，完全取決於車主坐在裡面的優越感。一旦這群頂級富豪開始發現，手上的法拉利不再是保值的代名詞，反而變成會縮水的折舊資產時，他們退坑跳槽的速度絕對會比當初砸錢排隊買車還要快。其實法拉利現在也發現不對勁，正試圖在懸崖邊踩剎車。他們開始私底下縮限某些市场的配額，把2030年的純電目標砍半，甚至把第二台電動車的研發直接延後。原廠現在鋪天蓋地的文宣都在狂喊尊榮稀有，絕對優先。但這種大動作護盤，其實也向外界傳遞了另一個心虛的訊號。法拉利自己也知道，他們這次真的玩過頭了。不過，從長遠來看，法拉利手上依舊握有一張其他奢華品牌一輩子都比不上的超級王牌，那就是他們無可取代的賽道歷史與傳奇。創辦人恩佐·法拉利的名字，那只在利曼、银石、蒙扎賽道上大殺四方的躍馬圖騰。在他成為有錢人彰顯身份的炫富工具之前，他早就已經是賽車運動的信仰。這種熱血的靈魂和底蘊是再多錢也買不走，山寨不來，更不可能隨便被1-2個季度的爛財報給徹底擊垮的。這是法拉利花了幾十年積累出來的硬實力，但就算是再強大的信仰，也有被消費完的一天。再神聖的光環，如果被原廠當韭菜狂割，也總有暗淡的一天。現在法拉利要面對的是所有精品巨頭在擴張期都會遇到的世紀難題，一個傳奇神話到底經得起多少商業利益的消耗？
維尼亞的答案非常有自信，他認為法拉利的能耐絕對超乎你們想象。接下來這2、3年，市場就會開獎，告訴我們到底是誰在裸泳。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你覺得法拉利真的能一邊瘋狂吸金，一邊維持它高不可攀的稀有度嗎？還是你覺得這個經典品牌早就已經跌落神壇了？總結來說，現在的法拉利正處在一個最矛盾的瘋狂時代，他們賺到了有史以來最多的錢，卻也同時在出賣品牌的靈魂。這場要業績還是要格調的世紀大混戰，絕對不是一份漂亮的財報就能平息的。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深度解析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更多精彩的汽車商戰秘辛。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